是一仔。日系的外观你应该看很多了，这个视频我们先来看内饰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内饰它依然是一个环抱式的内饰。先看这里，它是一个1.1米的天际屏，但实际上它也不是屏，是个投影。你看，我的手是能穿过去的。然后包括这个动画，我肉眼看，甚至比一些车机的屏幕都要清楚。那这个屏幕有什么用呢？左边呢，其实能看到它是取代了传统的仪表盘，然后有里程、时速、驾驶模式，中间是实时的导航地图，小字儿都很清楚。那右边是媒体信息，音波是随着音乐变化的，颜色是跟专辑封面匹配的，还能再切各种音波的样式。就小米作为数码厂商对显示交互的要求，感觉根本是降维打击。那比方说，现在我打开车门，你看，它的这个投影屏幕上面也会及时的显示。关闭，包括它其实也是可以利用两侧的摄像头去显示你驾驶的盲区，但是在静态展示的时候我们就体验不了了。那总之 ，PHUD 的这个投影系统和苏七 Ultra 那种机械的翻转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你会更喜欢仪式感还是科技感？多说一句，其实这个技术最早是宝马先搞出来的。他们去年叫我和一些博主去看过实物的装置、思路和交互，当时看下来都非常的震撼和领先。但是要到2026年才能上车，而小米这边已经能量产了，能用了，速度上确实是比较碾压。那当然，我也有一个担心，就是在影棚光线条件下比较理想。那如果开出去，大太阳下逆光表现会看得清吗？然后会有畸变吗？那到实际开的时候再跟你分享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中控屏幕，整个尺寸跟苏七的那个一样，是16.1英寸，然后还是一个3K 的屏幕，动画显示非常流畅。目前我们并不知道它有没有换新的芯片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它这次的前备箱变成了电动的，相当于预期它把苏七 Ultra 上面很受大家欢迎的或者看起来比较豪华的点，然后拿过来给到这个车上。小爱同学，主驾请讲。关闭前备箱。前备箱关了，注意安全。这个中控屏的下方看到是2个无线的充电位，那下方之前的苏七，包括苏七 Ultra， 它其实都是一个前后摆放的，然后并且是一个就是开放式的。这次，当你不使用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收回来。现在整个的中控位置非常的简洁，这里的位置原本都有一排的实体按键，放在这里也不是那么的好看，并且真的很少用。然后现在这个部分变得更加的简洁了，所以整个车内你会看着更加的有科技感一点，因为它去掉了一些实体化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主驾整体的质感、做工，会让你觉得它并没有那么的运动，而是有一点点偏向豪华和舒适。然后之前网上爆料说这个方向盘有可能可以选配成碳纤维的，目前我自己感受，如果选成碳纤维的，可能会跟整个内饰没有那么搭，你会选吗？我要特别说一下这次的座椅。首先，这个座椅是支持零动力的，而副驾也是支持。它这边是有2个按键的，点一下这个。首先，它有一个往后挪的动式，然后再来脚托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最大的位置到哪儿。这个角度就还蛮舒服的，朋友们。先恭喜各位可能会喜欢预期的朋友。首先，它是纳帕真皮，就是整个质感上面你会感觉更好一些。再来，这个后排的空间比想象中要大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的一些细节，这里有一个按键，我们摁一下，你看，它的整个后排座椅还能再有一个电动调节的角度。说实话，这个部分很超我预期，它跟苏七的后排空间体验，我觉得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。而这个是一个从来没在小米上面出现过的屏幕，难道这是问界 M9 同款？啊，不敢说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屏幕，理论上它是可以拿下来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展车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取下来。从它默认界面来看，它还是一个整体以娱乐为主的这样一块小屏。但我个人感觉小朋友看还行，成年人你看手机不香吗？更多还是操控空调或者是作为一个氛围装饰。
然后这边这个位置还是一个小冰箱，目测跟苏7没有什么区别。那对于后排的空间还有它的舒适度，其实我非常满意。我现在最关心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后排座椅能不能纯平放倒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空间，整个是一个掀背式的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后面的后备箱灯，然后有一个挂钩，这2个按键我们摁一下，电动调节座椅。我们看一下它能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整个降下去的速度，然后包括这个声音都非常好。OK， 朋友们，那这个后备箱好消息就是真的非常大，可以放很多东西，你的自行车、你的露营的装备，包括你去宜家买了一些新的家具。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消息就是它不能纯平。然后这次呢有2个新增的配色，我们身边这个是宝石绿，还有一个钛金属。你会更喜欢哪个呢？然后很多人在网上说，其实感觉苏7和豫7它整个的造型很相似。那么打眼一看，确实非常像一家人。从长宽轴距来看，也非常接近。不过豫7会稍微高一点，1.6米，苏7是1.45米。但细看，苏7用的是标志型的米字形大灯，主打辨识度，而豫7换成了十字形，更犀利。而且上方是镂空的风道设计。灯罩是在下边的，那整体感觉会更冷静沉稳，然后整个前脸的视觉重心变高了，轮廓线也收得更厚实了，没有那么跑车范儿了，更有 SUV 的气场。侧面是我觉得豫7最好看的角度之一，你说它是 SUV 吧，但这个窗线、溜背，再加上这个翼子板的收窄和翘臀，整车的肌肉感非常明显，然后再配上黄色的卡钳、隐藏式的门把手，那种力量感呼之欲出。它会让你联想到很多豪车，保时捷，比方说法拉利，所以你会喜欢这个造型吗？那总之，它比传统的 SUV 更运动，没有那么方正，看着更优雅。但这种就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，不喜欢的人觉得有点浪费空间。那么小米豫7它这一次的整个门把手跟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新能源车不太一样。它不是很多新能源的那种弹出式，也不是苏7的那种固定的，它是一个半隐藏的内翻式的设计，平时几乎贴平在门板上，然后让整个车的线条干净利落，降低风阻。然后摁下打开，然后注意这个门把手，它不是说你要手动推到底才行，它是你轻轻推到后半段，它会自动触发一个通信开关，然后信号会让电机收回锁舌。你看我拿出来它也不会关上，不然真的很累。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了，那如果我刚做了美甲，或者是说我每次这么搓，那它会不会把我的车漆就有一点影响呀？哦，这个时候跟手机联动的部分就有了。那如果你有手机钥匙，靠近的时候门把手它其实是自动内翻弹出来的，等着你去拉。那如果你用的是 UWB 的手机，还会解锁的更快更精准一点。所以你可能会为这个部分去考虑增加一个支持 UWB 的手机吗？怎么不能说这辆车也带动了它手机的销量呢？转到车尾，这个贯穿式的尾灯，我其实觉得乍看是挺漂亮的，但是这个灯带还有回旋的转角，曲率和过渡都不是特别的精致。然后我觉得少了一点狠劲儿，也没有特别多的那种，比方说有可玩的灯语或者记忆点，感觉科技感也不是特别炸。那不过你觉得呢？这个车尾包括整个车的外观，你给几分呢？那么对于这次体验来讲，我会发现豫7它其实很好的结合了之前小米苏7包括 Ultra 上面的一些优势，它中控屏还有它远端屏的一些交互很有意思。那相对来说，我也会觉得豫7对于整个小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辆车。首先 SUV 的它的整个竞争会变得更加的激烈，而且尤其对于我们国内的人来讲，就是整个 SUV 的需求量也会非常的高。然后大家可能作为一个家庭用车，它的考量、竞争，包括跟 Model Y 的一个选择比较，对这辆车来说，既是压力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点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李仔，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喽。